对了，我接下来有个任务，要离开几天。顺利的话，周六晚上行动就可以收尾，我就能回来见你了。有你的牵挂，我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那我一定能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你身边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赶紧上去吧，我在这儿看你上楼。我会的，等你家灯亮起来，我就走。哎呦，弟妹真是热情啊！不要紧，只是一处小小的擦伤，睡一觉就能好一大半。这都是些小问题，很快就能好，你不用担心。弟妹放宽心啊，这次的任务很简单，要不是中途出了点意外，夏燕指甲盖大的伤都不会有。还不是结束任务后，他不等伤好就着急见你，医生才给他包得这么夸张。这个包扎是夸张了点儿，但其实我只是轻伤，而且我可是认认真真走完流程，被允许自由活动的，别吓唬人。弟妹可能不知道，任务结束后啊，如有受伤，不管轻重，局里一般都建议我们伤好后再自由行动。虽然没有被明确要求，但出于谨慎考虑，我们便默认这是一条潜在的规矩。但这次夏燕坚持，加上她确实伤得不重，弟妹你也是知情人，所以上面评估这个行动风险可控。但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今晚会在楼下守着，有任何情况记得随时找我啊。其实我伤得没那么重。当然不是，这点小伤怎么可能？
确定吗？要不要再仔细感受一下？怎么样？可能吧，刚执行完任务，剧烈运动之后身体发热很正常。哦，这个是因为受了伤。哦，但是很轻的伤，肌肉发紧是很常见的情况，过一会儿就好了。真的不疼。别看包扎的厚，其实伤口很浅。你看，连血迹都没有，是不是？这个也只是看着严重，一点都不疼。啊！不，一点也不。你看好了吗？你想问我为什么受伤，对吗？你在担心我？其实即使你不问，我也是要告诉你的。放心，我告诉你的事，是允许向民众披露的部分。我们收到消息，有犯罪团伙在策划一场酒吧爆炸案。放心，这只是听起来凶险，实际上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我们提前获取到作案团伙详细的爆炸计划，并针对性地做了布置。局里派出了充足的人手，及时将现场控制起来。这种情况下，行动失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虽然酒吧环境复杂，但我们提前经场，又通过精准的探测获得了每颗炸弹的位置。整个行动有惊无险。而且犯案团伙手段青涩，一被发现就乱了手脚，抓捕过程也并不激烈。就是中途发生了一点小小的、微不足道的意外。炸弹爆炸了。
放心，当时我已经将最危险的炸弹拆除了，爆炸的是威力最小的那个。这只是一次没有用的鱼死网破，有好几堵墙做缓冲，有8台做掩体，我只受了最小的伤害。要说这次爆炸真正重创到的，恐怕是那些被气量掀飞的酒瓶吧。只是被少数玻璃碎片擦伤了而已。哎，躲得太急，撞到了吧台。哦，在现场吸入了过多烟尘，一时损伤了声带。哦，你放心，这个恢复很快的。绝对没有，明天你就能在报纸上看到关于这起事件的报道了。到时候你就知道，我绝没有逞强撒谎。不过，你就不好奇，为什么我在爆炸中只受了轻伤？因为有你在远处守护着我呀。你看，你的守护，我一直带在身边。不是的，你的守护不是那么脆弱，也不止这么简单。你对我的第一重守护，是我手里的这些护身符；第2重守护，是你对我的牵挂；第3重守护，第3重，是我也记挂着你，我们互相牵挂，就会成为保护彼此的力量。为了让你不再担忧，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这句话，就是最强大的守护。越痛越该贴，哪儿痛就贴哪儿，痛就要贴贴。也挺大胆直接的。没事的，这种程度的伤根本不足挂齿。
好像是有一点疼，那就拜托你了。来吧。怎么了？被吓到了吗？你不用担心，没事的，我已经吃过药了，刚刚只是太突然了。我没事，你继续吧。你怎么了？没有。你刚刚怎么了？是因为我吗？是我的话让你担心了吗？
尽管我觉得你肯定明白，但我还是想再说一遍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，无论疾病还是痛苦，都不能把我打败。你信我？不止如此，从订婚后，我愈发感觉到自己收获的不只是互相守护，还有很多的我从前想象不到的变化。你很快就会知道了。就这样抱着你，什么都不做，感觉真好啊。您人生中最痛苦的经历就是治疗药物成瘾的经历，我可以这么说吗？是的，药物成瘾很痛苦。我的逃避让事情变得更痛苦。那个时候，我只懂得用酒精麻醉自己。我无法隐瞒药物成瘾的事实，最后事业跌入谷底，那简直是最黑暗的时光。但您没有放弃，对吗？是我的朋友，他们没有放弃，一直鼓励着我，陪着我，全力帮助我，我才有了勇气。那您是怎么克服药物的副作用，重新振作的呢？我最深刻的体会是，不要逃避，这非常非常重要。只有面对自己的欲望，才能看清它。你要仔细看着它，思考、分析，学会控制。要找到控制欲望的方法，这是唯一的钥匙。那找到钥匙后，如何控制欲望呢？很简单，欲望也有开关。赌不如输，一味的压抑是没有用的。寻找承托欲望的媒介，然后释放。你真的想知道吗？你不要着急，我其实没那么饿，我正好想上楼歇息一会儿，你真的不要着急，慢慢来。
没有。可以。随便，都可以。啊！我确实在忍耐，忍得很辛苦。没什么，我只是……你还记得刚刚问我在压抑什么吗？其实，任务完成之后，我服用了国安部的一种用来治疗轻伤的药物。这种药物的副作用会让人感到放松，所以任务结束的时候，我便迫不及待地申请回到你身边。我以为我只要回来就足够了，但我没想到，似乎是受这副作用的影响，某些我在订婚后收获的变化，也源源不断地涌了上来。是欲求。自从订婚以后，我发现越来越难以像以前一样压抑对你的欲求。我想靠近你，想触碰你，想和你每时每刻都待在一起。抱歉，吓到你了吧？我马上。那么，我就不客气了。今晚，我一直在想，像这样
靠近你，然后我的身体里好像有一团火在燃烧，但现在它找到了出口。你就不怕被它烧伤吗？接下来才是开始。你醒了，早餐已经准备好了，就放在楼下。去送杨哥，顺带让他帮我换药。这个绝对真实。是啊，那个采访正是因为魏明氏举办了维格的艺术展才安排的。这个嘛，当当，我已经买到票了。其实像这种大型的展会，国安部有时也会负责在暗处维稳，所以我就拜托杨哥帮了一个小忙。放心好了，艺术展的安保工作有专门人员负责，你和我只是普通游客罢了。两性关系犹如风暴，这个创意好。这不要靠近爱情，会变得不幸。你也是这么看的吗？如果由我来雕刻，我恐怕不会将欲望刻画成风暴灾难的模样。对我来说，只有一种欲望需要爱意化解，这欲望不是危险的风暴，而是馥郁的蔷薇。它的香气吸引我靠近，但掩藏在欲望下的不是陷阱，是一颗真心。我愿意将我的心交给他保管，而且他一定会被保护得很好。
在看什么呢？那你觉得真相是什么？我也会将你的这一份信任和安心牢牢地刻在心里。你猜今天的我有什么不一样？没错，今早醒来啊，我发现我的声音已经完全恢复了。我想第一时间告诉你这个好消息，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。怎么这副表情？又不是第一次听到我的声音，不至于这么惊奇吧？太过惊喜导致忘记说话。你忘了，我说过很快就会好的。啊？想多听我说说话？哦，好。那你想听什么？用6国语言说我爱你？哦，没有不愿意。那我开始喽。首先，当然是我爱你。然后，哎，发生什么了？为什么屏幕突然黑了？手一抖，把手机掉下去了。明明是你的提议，怎么被吓到的反而是你自己？以为我不会答应这么幼稚的事？你呀，表达爱意怎么会是幼稚的事情呢？而且，既然是你的要求，不管是什么，我都会满足的。哼，怎么光看着我不说话呀？你突然笑什么？原来只是通过电话听到我的声音，就能让你这么开心啊！你这样，让我好想立马出现在你身边。明明我们几个小时之前刚刚分开。啊，你也一样？那我现在就过去。我不是说了吗？在我这里，你有求必应。